我们谈到职场，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今天呢，我想谈一谈职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你们猜是什么？我告诉你是学习。为什么我认为学习是一个重要的品质呢？因为很多人参加工作以后呢，就是觉得按部就班的上班，给多少钱我做多少事情。其实你如果想进步的话，如果你还年轻，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将来还要做更大的事情，我认为学习是你应该拥有的品质。我们现在来谈一谈什么叫做学习，因为职场和你在学校里头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我这里要说的学习呢，主要是说在职场里把每一天的工作都当作是一种你进步的方式。比如说今天老板批评了你，你可能会在想，老板今天为什么要批评我？我好像今天做的事情很 OK 呀，我都做成这个样子了，老板还是要批评我。如果你拥有了学习这个特别好的品质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想，他为什么要批评我？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不是说他真正的看到了工作中的不足？我相信在大多数企业里头，很多老板他们要批评下属，真的不是因为他们心情不好，真的是因为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足。如果你抱着这样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批评这件事情，我相信你是可以从中学习的。为什么？你去分析老板为什么批评你，你从中肯定可以悟出一些道理，哪怕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就是一个学习的态度。而你这个事情之后呢，你对你的组织，对你的老板并没有埋怨，反而呢，你还获得了一些经验。这就是拥有学习品质的态度。好，我们再谈另外一个关于学习的事情，那就是你的日常工作。如果你每一天想着你的日常工作都是完成任务，那我相信你干久了，真的自己会很疲惫。有可能大多数人把工作都是想成了一种让自己按部就班，做完了我就下班，我可以去放松自己，我有自己家庭的一种感觉。那么呢，你在公司的8个小时、10个小时，其实是一种浪费。因为按部就班的工作，因为每天朝九晚五，或者是你工作要加班的这样的重复性劳动，并不会让你感觉到开心。可能你说我每天的工作还是有一些不同，但是我要说，如果你把它当成了一个完成任务的事情，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变得那么不是很有趣了。你肯定在从中的积累要比那些拥有学习品质的人要少很多。那么我说，拥有学习品质的人，在面对同样工作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呢？我相信，这个人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所以他面对同样的工作，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改进，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去做别的事情，拿更多的责任，拿更多的任务过来，来填满自己这个工作的时间。你可能要说了，我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应该做自己的事情，8个小时，我多做的事情也不会多给我钱的。可是我之前就说了，学习的品质是给那些想要走得更远的人。如果你期待着你将来做更大的管理者，甚至你要做公司的老板，我相信你不应该吝啬现在的时间去学习本来不属于你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这就是学习的品质。我们又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别人的工作，你的同事他们怎么工作。如果你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去看你同事做得好的工作，我相信你是一种渴望，是一种希望自己也能到达那样的水平的一种感觉。怎么说？就是同事做得好，你会很开心，而且呢，你也希望自己也能提升。这个感觉相反的，
就是嫉妒。嫉妒是一种什么感觉？嫉妒就是你看到同事做得好，你发现自己不如别人，你会对这个同事有一种莫名的怨恨。你可能会选择去学习他怎么做好，但是你的目的并不在学习，你的目的是在希望跟他某一天能持平。你可能很害怕他会被加薪，你可能很害怕他会被升职，是一种这样的感觉。那么我相信你最后，因为你的目的不是学习，所以你最后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这就是区别。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关于学习的事情，在公司里，在职场里要学习的事情，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有一天，你从你的位置走到更远的地方，你能带走更多的东西。更远的地方可能是公司里面一个更高的部门，你会在那里帮别人做一些决策，也可能是你离开了这个公司，你去了一个新的公司。那么到那个时候，因为你有学习的品质，其实你是可以从你目前的这个岗位，你目前的这个公司带走很多东西的。我要说，你现在的公司不仅是你一个谋生的地方，不仅是你完成任务发工资给你的地方，它更是一个你可以学习的学校，可能就是你的第二所大学。如果你抱着这样一个态度，我相信你每天都是很积极的去面对你的工作。既然我们每天已经花了8个小时、10个小时在自己的座位上，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头，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它过得有意义一点呢？所以再次强调，学习是职场中非常优秀、非常重要的品质。如果你能拥有这一点品质，我相信你离升职、加薪、跳槽去更好的地方不会太远。希望今天能对你有所帮助，加油，再见。